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我对香港的印象还停留在童年时期，是 MP3 里循环的粤语歌，是港片里快意恩仇的街头，也是教科书里那个代表繁荣的亚洲四小龙。但当我真正站在香港的街头，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却是祛魅。这里非常发达，秩序井然，街道一尘不染，但它也极其逼仄，高耸入云的大楼，看不到阳光的街道，令人咋舌的物价。我长大了，那个曾经引领潮流的香港，似乎也在我的世界里落地了。我不再是看戏的人，而是走进戏里的群演。香港的每一寸空间都在计算成本，精细到极限的规章制度也让我感受到文明的紧绷。作为一个习惯了大马路、宽视野的内地人，当香港具象为眼前的每一顿饭、每一个红绿灯时，那种落差感竟然如此清晰。看完这期视频，或许你也会有和我类似的感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1号，我现在在香港西贡。这2天呢，我会在香港这个市区逛一逛，会有一个2天的徒步会放在另外一期视频。然后这期视频呢，我就带大家在香港的市区闲逛一下，看一下他们这有什么好玩的。走吧！香港的菜价是比内地要贵一些的，感觉到蔬菜是要贵一些。这个花菜10块钱一斤，换成人民币也得9块多了。卖一些点心的，肉的价格要明显贵多了。这是猪肉呀，这个猪肉价赶得上牛肉了。这是一只小猫咪。现在是10点半，我在这个西贡吃个早饭。奶茶，那你喝什么？奶茶2杯奶茶，热的还是冰的？热的。2杯都是热的，就这么装啊。OK， 可以了。谢谢。我们点了2个套餐，一个是这个家乡风味粉仔配一杯奶茶，然后是猪扒蛋汤面配一杯奶茶。这个奶茶我刚尝了，一点都不丝滑，涩涩的，跟喝咖啡一样。这个2个套餐都是44，所以合起来是88。开吃。这个家乡粉仔里面还配了一个这个香煎肠粉，这有点像是我们在广州吃过那个猪肠粉的感觉，底下是花生酱，没有馅的，上面是番茄酱，底下是花生酱。这个西贡市场还挺热闹的，人们都在这儿买菜吃早饭。我俩吃个早饭花了88元，还是挺贵的。接下来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走。我现在上了西贡的一个公交车，这个票价是22.3。这个公交车是我坐过最贵的公交车。我现在到了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香港著名的重庆大厦。我看网上把这里说的非常的玄乎，很多人都不敢来，手里边全是外国人。但我觉得外国人没啥，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这里边。来看看我们在重庆大厦里花了300元人民币订的房间，所见即所得，就是1个窗户和2个床。这个床贼高，还有一个小柜儿和一个小电视，然后这是镜子，门口这有一个卫生间，至少还是独立卫浴的，不错呀。然后呢，在门外有一个公用厨房，里面有微波炉，然后可以自己煮点东西或者是水和咖啡。老板是印度人，前台是一个会说国语的大爷。我们来了一家印度菜馆，这家老板还挺热情的，然后他的菜单是有中文和英文。我们点了一份鸡肉杂烩和一份咖喱牛肉，还有
一份印度烤饼。我们俩人一天没吃饭了，饿死了。上菜了，这个是羊肉，这个是咖喱牛肉，这个是卷饼，然后那些应该是卷饼配的小菜。这一桌170，尝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吃印度菜，就是很复合的调料味儿，但是很香的，很香的，应该是这样吃的吧，对吧？我来尝尝这个酱是啥。你尝吧，我尝不出来。老板送给我们一份，这个应该是印度炒饭。这个饭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米粒儿长的，像面条了都。炒饭还是很香，咖喱炒饭。现在是晚上7点钟，天已经黑了，我们出来逛一下。这里离维多利亚港很近。我现在在走路去星光大道的路上，在这儿看到远处有一个教堂，花花的，特别好看。现在我到了星光大道这里，出乎我的意料，这里人不是很多，吃饱饭在这里走走挺舒服的。在这个湘江边上的护栏上有很多几种名人留下来的，这个是成龙的手印。哎呀，我的手好像比他的手还要粗。他手这么小吗？对，这个手是张国荣的。走到这边，靠里面这边人变得多了起来。我们在这蹲了20分钟，蹲8点的这个灯光秀，能看见吗？就在这个楼上面射出来的一些灯光，这就是灯光秀。走吧，难怪没人看。走吧。刚刚那个灯光秀太没意思，我们坐了2站地铁来旺角这边。本来想要欣赏一下香港有名的霓虹灯，但是看到网上说这2年感觉霓虹灯太危险了，都给拆了，现在都变成了这种 LED 灯。这个像是霓虹灯吧，至少有那种感觉。香港的这种老城区街道底下很繁华，但是抬头看就是这种比较破的居民区，那里边小巷子还很深呢。就在刚才这条路上往前走一点，就到了这个女人街。这个街呢，主要就是卖一些皮包啊、什么小饰品啊这种小商品的。我们去看一下，还挺繁华的。我现在又坐了几站地铁，到了佐敦这边，这里是一个庙街夜市，等会儿去找一点吃的。这边看起来要比刚才那个女人街热闹一点，卖吃的。一到夜市我就放心多了，我要去整一杯喝的，还是夜市的吃的比较适合我。其实跟内地的夜市差不多，但是肯定要贵一些。价格要贵一些，然后呢，感觉要干净一点吧，看地上都没有什么垃圾。还有蛇。蛇羹。这夜市也有卖西餐的，这个倒是跟我们大陆不太一样。这还有尼泊尔印度美食。糖水。要吗？我要。不要，看一下吧。我点了一杯西瓜柠檬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搭配。西瓜柠檬茶还不错。1串鱼蛋，对。
还要吗？还有啥吗？还有什么呀？这一串10块，很重的咖喱味儿，很香的，滴到我手上了。地中海美，你要哪个？你选吧，反正要个顶饿点的卷儿。我爱吃片肉。No spicy garlic. Yeah. Kebab, shawarma. 沙威玛。 Shawarma. 沙威玛，沙威玛。Turkish food, kebab, shawarma, chicken, beef, lamb. Shawarma, kebab, samosa. 烫手应该是。买俩吗？一个呀，它切成2份。土耳其鸡肉卷，老板就是说这个就是沙威玛，然后这个是一个切成2半的，50块一个。就跟我玩这个游戏做沙威玛是一模一样，放烤肉，放生菜，挤酱，然后加热一下，完事儿，一模一样。味道咋样？味道一般。说那么起劲儿。体验的就是过程，毕竟沙威玛嘛，我毕竟已经摆摊摆了1个多月了，沙威玛。逛了一圈，现在已经快要10点了，我们要回去睡觉了。今天晚上的美食最佳奖牌要给柠檬茶，非常好喝。回家了。现在是第2天早上10点多了，昨天实在太累了，回来就睡了。然后早上收包的时候发现徒步带的这些零食还剩这么多。现在把这个泡面解决掉吧，有点占位置。这个小旅店特别好，它有一个公用的厨房，然后这有一个收拾热水的。我看已经有热水了，我现在来泡一下。有叉子，太好了，我们还自己带了筷子，因为听说这边的泡面不给餐具。这里还有大家都可以自己泡的那个咖啡，好多了。我们把泡面吃完的这个垃圾给处理一下。走，现在我们要下楼去香港市区逛一下了。这个狮子练的龟派气功，是不是？香港古迹，61年古迹。我们现在打算坐这个轮渡去对面，这个轮渡的价格应该是2块多钱。
比较便宜，跟那个上海的黄浦江那个轮渡价格差不多。走。这个轮渡不需要额外买票，支付宝扫那个地铁出行码就可以进来，然后一个人是6.5块，跟我之前在网上查的价格不太一样。我之前查的是一个人2块多，可能是我查的搞错了。然后进来之后就在这等着就可以了，他船来了就会开闸门让我们进去。这应该就是我们要坐的小船了。进来了，这个船里边很大哎，而且好像不分什么1楼、2楼。看对面的这个船有2楼，咱这个船怎么没有啊？这个挺好看。我们是倒着坐的，我们现在前往的是香港岛，对面其实是一个岛，然后我们是从九龙半岛出发的。中间呢，穿过的这片水域不是河，也不是江，它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我小时候听《香江之珠》这首歌，我还以为香港有一个江叫香江呢。其实不是，香港没有江叫香江，只有这一片半岛和岛中间的海，可能勉强能称之为香江吧。这片海域上面有不停经过的大轮船，国际贸易港名不虚传。到啦，就几分钟而已。我看到那底下还有人在走，我们现在所在的，所以就是2楼。现在我已经下轮船了，这边是中环，中环这边呢有很多的商场，据说是很多大陆人来这边买东西的地方，咱们就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在 FC 这个楼下，然后对面是这样的大楼，非常密集。香港的这个街道有非常巨大的招牌，还有密密麻麻的大楼，就非常有香港的气息。路过一家3联书店，先来看看有没有港版的书。像香港的书，他们只是用繁体，但是它也是横排的，从左到右阅读。之前看一些台湾的书，也用繁体，但是他们是竖排，从右到左，从上到下阅读的。这个书的封面好港啊，就是这种红的、黄的大字儿、小字儿，非常的紧跟时事。之前有过一个新闻，好像是说那个香港有的学校想允许学生用简体字答卷，好多那个繁体的孩子的家长他就不同意，对，因为简体写的太快了。写的太快了会怎样？那答题它不就快吗？不公平了，对吧？对，然后好像就取消了，就没成功应该。卫斯理系列的都是我的童年小说。你看它这个比较儿童，它有一些那个字幕那种字体，还插了点画。说我小时候要看着这种，也太高级了，全班都得传疯了。而且卫斯理这个科幻启蒙非常好。明清著名皇叔。皇叔是什么？刘备是吗？他就是从上往下读的。他这个是研究著作，你看吗？考证。皇叔的学术成果。来看一下 Dinosaur 的哲学，你能做到 work-life balance 吗？
我能做到 walk。我现在在中环街市了。找点吃的。我要吃鸡蛋仔，我要这个凤凰卷味道吧。凤凰卷里面是芝麻、肉松加海苔，可以吗？可以，谢谢。大概6分钟左右。我是 M19，等了10分钟，这个牌儿一点变化没有。香港这边很像国外，就是吃的东西都会比较慢，也要有耐心。是。在楼下欣赏一下街舞表演。我有一种能 get 到那种街舞的那种就是街头感了，很酷哎。你头回看？我头回现场看比较厉害的这种。这是我的鸡蛋仔，它里边是黑芝麻、咸蛋黄和肉松，香香甜甜的。这个美食街这里没有座，只有这种站着的桌子，只能在这里吃了。我现在要去这个半山扶手电梯，王菲和梁朝伟之前在重庆森林拍电影那个扶手电梯，看过的应该都有印象。这个视角就是电影里的那个视角，梁朝伟就会站在这个地方，然后蹲下来看着你，然后呢，他的家可能就在这个位置。现在要上了，知道哪个是梁朝伟家吗？不知道啊，但是我估计要么就是这个红房子吧。我现在怀疑呢是这边的这几家，有可能是梁朝伟的家，旧一点的比较像。对，然后这个窗户也比较像，梁朝伟那个家就是那种推开的窗户。你看这一节好像更像，就是梁朝伟他要弯腰这样子才能看见他家窗户，所以这个地方感觉更像。这个大扶梯上来呢，这里就是检阅广场，这里人很多哎。这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监狱楼，可以从这个楼梯看出来，这几栋房子以前是连着的。然后它除了监狱之外，这附近还有警察局和司法的那种机关。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这种文化展览用途了。大家应该都没蹲过监狱吧？我现在带大家看看香港监狱里边是什么样。哇哦，真的就跟那个《肖申克》里边感觉一样。这个小门特别窄，特别矮。然后呢，这个里面目测就只有2-3平米。你看这里狭小的放一张单人床，然后放一个马桶，一个洗手的，就差不多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上厕所？这个楼梯一下子我能想到好几部电影，太有意思了。这里面还展览了监狱的衣服。这里说了，这栋监狱是没有设马桶的囚室的，所以在囚人士只能用木桶和夜壶。这里有马桶是给工作人员用的。现在我们上来，这边是监狱的操场，应该是以前犯人们活动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监狱离正常的居民楼这么近。就是甚至你家里人可以从上面给你投喂一点食物。你看这个椅子，它像是被石头给寄生了。这里面被改成了一个咖啡馆，
然后每个客人都坐在一个球房里。我感觉香港跟重庆有一点像，这种楼梯窄窄道。你看这小鸽子一点也不怕人，它一动不动的，看到车也不躲，就忘了自己有翅膀是吗？躺平了已经。我们来了一家吃狗仔粉的店，我也不知道这是啥。然后这一份是39，加一份香菜要7块。这不是兰州牛肉面店随便加的东西吗？我点的东西上了，这个是狗仔粉，这个是火鸭翅。先尝尝这个吧，这个看着像胡辣汤呀，是不是？听这个之后，就是加了很多肉松的胡辣汤吧，加太多肉松了。这个看起来好吃一点。像是年糕，介于年糕和米粉之间的一种粉。现在我们要出发去铜锣湾那边了。在香港坐地铁很方便，尤其是我这种背着大包小包出门的人，坐地铁不需要安检，非常丝滑。我现在到了铜锣湾的时代广场，这里人好多呀，我们去简单逛一下。时代广场下面有疯狂动物城的这个展览，这有朱迪和他的警车，然后这边有那个超级慢的闪电，那边还有那个鼹鼠他们的家。从时代广场走过来，走了10几分钟，到一个冰室，想吃我的菠萝油。我点了一个菠萝包加黄油，这个菠萝包还很热呢，然后黄油是冰的，这样冰火两重天这样吃，应该很香，很香的。全是沙的，然后这个是沙爹牛肉，底下是米粉，这是一杯鸳鸯奶茶。刚吃完茶餐厅有点累了，在那儿坐着歇了一会儿，然后发现铜锣湾这里有一个这个 Donkey， 是一个日本的超市，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伴手礼。我刚刚在这个机器上面就直接这样测了一下，他说可以测我的抗氧化水平。然后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说我应该要多喝点胡萝卜汁来补充类胡萝卜素。然后呢，他就很贴心的开始卖胡萝卜汁，很贴心吧？这两个放在一起也太可爱了，所有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两个包装迷住。但是也没骗着你钱啊。我不是一般的小姑娘。这里有一个成人用品区，未满18周岁禁止观看。这些女优都长得挺好看的，可不敢胡说啊！出来啦，啥也没买，
那里面就是专门卖日本商品的超市。然后现在我们打算就去西九龙，准备回家了。走。现在我到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了。总结一下我这几天在香港玩的情况。首先，第一感受就是香港的街道都很干净，但是呢，它的楼非常高，所以走在街道上，能晒到阳光的机会很少，然后街道比较窄，就显得很拥挤。香港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公交车、电车、出租车到处都是，而且没有电动车，摩托车也很少，所以行人比较安全。但是它的公共交通都很贵。我坐过最贵的那个公交车，22块钱一趟。住宿的话，我们这次选了被网上到处避雷的重庆大厦，但是实际体验很好。那个房间虽然小，但是很干净，然后老板是印度人，也非常热情。还是不要太相信网上的避雷帖啊。然后吃的话，因为我们之前在广州，所以我感觉跟广州的吃的都差不多。这一次我体验了我没有吃过的菠萝油，然后香港的吃的都比较贵，所以我们没有吃太贵的东西。然后玩的话，其实我感觉景点并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可玩的，都是城市里面一些打卡拍照的地方。我也不是很爱拍照，所以我自己会感觉没有地方去。然后呢，这里也会比较国际化，说英语的比例很高，有非常多的外国人。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下期见，拜拜。